豪华阵容年年换，60年来冠军段。考官名叫哈兰德，三狮今夜闯大关。台北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，迈阿密世界杯8强，英格兰对挪威。先甩一个全世界球迷都琢磨不透的问题：英格兰现代足球的发明者，全世界身价最高的联赛，一茬接一茬的天才球星，世界排名第4，上一次拿大赛冠军是1966年，60年了。这60年里，他们不是没牌，贝克汉姆那批，杰拉德·兰帕德那批，凯恩·贝林厄姆这批，哪批拉出来不是全欧洲眼红的阵容？可冠军柜子里还是只有爷爷辈那一座。网上把这事儿都做成段子合集了，为什么英格兰永远赢不了？这类视频动辄几百万播放，评论区一半人在乐，另一半是英格兰球迷自己在苦笑。60年够一个婴儿熬成爷爷，就是不够英格兰再夺一次冠。今晚这个问题又到了交卷的时刻，对面是刚掀翻巴西的挪威和状态热得发烫的哈兰德。所以咱们今天把这本60年的病历一页一页翻开，翻完了再说句公道话，这一次的英格兰赢面到底在哪儿？觉得英格兰这次真能成的，觉得他们还得掉老坑里的，这场球你都得听老马唠完。先翻病历，1966年，英格兰在自家温布利捧起世界杯，那是他们头一回，也是到今天唯一一回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60年，头20年还能怪时代。1970年卫冕之旅倒在8强之后更惨，1974、1978连着2届世界杯，连决赛圈都没挤进去。真正让全国破防的是后来牌越来越好，输得越来越疼。之后的故事，英格兰球迷闭着眼都能背，因为每一页都疼。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，点球输给西德，加斯科因内迪著名的眼泪。其实有讲究，他半决赛吃了黄牌，意味着就算进了决赛，他也踢不了。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结果更残忍，英格兰连决赛都没摸着。1996年欧洲杯半决赛，自家门口又是点球，又是输给德国。那个踢飞关键点球的年轻人叫索斯盖特，后来他当了国家队主帅，又带队输了2次决赛。你说命运损不损？1998年输阿根廷还是点球，那场23岁的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下。回国以后，愤怒的球迷把他的人偶吊起来烧。多少年后，他自己承认那段日子差点毁了他。2004年输葡萄牙点球，2006年还是葡萄牙，还是点球。那场鲁尼被红牌罚下，给裁判地画施压的正是他曼联的队友 C 罗。赛后 ，C 罗冲着替补席那记眨眼，气炸了整个英格兰。2012年输意大利点球，数下来，英格兰在大赛点球大战里输了7回，这项数据世界第一页，没人跟他们抢。点球之外，还有更离谱的。2010年世界杯16强对德国，兰帕德一脚吊射砸横梁弹进门线那半米，全世界都看见球进了，裁判愣说没进。那届之后，足球才引进了门线技术。英格兰用一届世界杯的冤屈给全世界踩了个坑。当然也得说实话，那场最后输了个1-4，冤案之外也是真被打花了。2016年欧洲杯输给了全国人口才33万的冰岛，主帅赛后直接辞职。2008年欧洲杯压根没进正赛，最让人唏嘘的是所谓黄金一代。2000年代，杰拉德、兰帕德、贝克汉姆、鲁尼、费迪南德、特里，随便一个位置都是世界级，凑一块却怎么都踢不出1+1等于2。杰拉德和兰帕德两个各自俱乐部的中场之王，摆在同一个中场就是互相绊脚。这道双德难题，英格兰换了几任主帅都没解出来。天才越多，牌越难打，这是英格兰足球最著名的悖论。那批人职业生涯加起来的俱乐部奖杯能装一卡车。国家队的最好成绩是8强，然后是最近这10年最接近也最扎心的10年。2018年世界杯杀进4强，2021年欧洲杯一路踢进决赛，自家温布利。那晚英格兰开场第2分钟就进球了，半个国家已经开了香槟，然后被意大利1分钟1分钟拖回深渊，拖进点球又输了。19岁的萨卡踢飞最后一个点球，赛后遭遇的网暴闹到全英国出来谴责。2022年世界杯8强对法国，凯恩一场踢2个点球，第一个进了，第二个追平的那个踢上了看台。
2024年欧洲杯又进决赛，又输，这回是西班牙，连续2届欧洲杯决赛失利，60年零冠，这就是病历本的最后一页，墨迹还没干透。顺便说一句，这60年里，足球回家喊得最响的那2回，1996和2021都倒在温布利自己家门口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那病根在哪儿啊？这60年，全世界的球评人给英格兰开过无数张诊断书，翻来翻去就3位要引，头一位叫期望值。1996年欧洲杯，英格兰人写了首歌叫《足球要回家》，好听是真好听，毒也是真毒。从那以后，每逢大赛，全国6000万人跟着唱，唱的每一代球员都背着该赢俩字上场。每逢大赛，电视台还得把1966年的黑白录像翻出来循环一遍。爷爷的荣耀成了孙子的债，全世界没有第2支队承受着这种量级的舆论压力。小报盯着你的私生活，名宿在电视上等着骂你，赢了是应该，输了是罪人。贝克汉姆被烧的人偶，萨卡挨的网暴，都是这台绞肉机的产物。压力这东西平时看不见，点球点上看得最清楚。那7次点球大战，罚丢的多数不是技术问题，是腿软。说白了，英格兰的难从来不是场上11个人踢球，是6000万人在一块儿踢。第2位叫俱乐部强，国家队弱。英超是全世界最有钱、最好看的联赛，可英超越强，国家队越拧巴，赛程全欧洲最狠。大赛年球员到了夏天就是强弩之末，顶级位置1半以上被外援占着。本土球员在最高强度对抗里的戏份越来越少，这笔账，英格兰的名宿们骂了20年。更衣室里，曼联的、利物浦的、切尔西的俱乐部里斗了1整年，到国家队还得装亲兄弟。黄金一代那批人后来自己承认，当年更衣室里各坐一桌，谁也不跟谁交心。第3位叫身价泡沫，全队身价世界第一，听着吓人，可身价是俱乐部表现定的价。大赛踢的是另一种球，慢节奏、高压力，一场定生死。多少英超大杀器，一到大赛就哑火，以至于外国球评人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，叫英格兰式失踪。最典型的就是2006年那支队，赛前被叫做史上身价最高的英格兰，结果8强点球出局。20年前的剧本跟今天的问题一字不差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某一代人的病，这是结构病，人换了3茬，剧本一页没换。当然也得说句公道话，这10年英格兰的青训改革是真见效了，4强、决赛一步比一步近，他们已经从笑话熬成了千年老二。可千年老二这4个字有时候比笑话还扎心，笑话没人当真，老二是真的就差一步。对了，还有一位偏方，英格兰也试了60年，叫换帅，土帅洋帅换了快20任，埃里克松、卡佩罗这种级别的名帅都来过，也都没辙，这才轮到今天这位图赫尔。算下来，这是英格兰头一回把世界杯的命运交到一个德国人手里，以毒攻毒，就看灵不灵。唠到这儿正好过半，喜欢老马这么给你捋球的，顺手把订阅点上。接着说这次不一样的地方，这届英格兰的赢面还真得认真讲。理性说，这届英格兰手里的牌跟以前真不太一样。第1张牌图赫尔，英格兰这次干了件60年没干过的狠事，把队交给一个德国人。当年官宣的时候，英国小报的标题都快掀了桌，让德国人来救英格兰。可你冷静看这个任命，狠就狠在对症下药。图赫尔是淘汰赛专家，2021年他中途接手切尔西，一路把大热门皇马、曼城全干掉，捧了欧冠。英格兰缺的从来不是天才，缺的是一个不吃足球回家那套悲情叙事，只按胜负守排兵的冷血教练。德国人恰好最擅长这个。而且外人有个天然好处，60年的包袱他不背。这届0-0加纳被骂上天的时候，德国人顶着火一动没动，转投32强、16强连赢2场硬仗。抗压这一项写在他的出场设置里。第2张牌凯恩的最后窗口，这届他6个球，世界杯生涯14球，刚超过贝利，是英格兰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。他的世界杯点球进球数也是历史第一。2022年那季踢飞之后，这人把自己重新焊回了12码上。去年他在拜仁终于破了职业生涯的0冠魔咒，那层凯恩拿不了冠军的心理封印撕开了。32岁，这是他最后的世界杯窗口之一。一个刚学会夺冠滋味的射手王，比任何时候都危险。还有个细节，图赫尔在拜仁的最后一个赛季，
正是凯恩登陆德甲的第一个赛季，师徒俩是老相识，那套默契现在原样搬进了三狮的更衣室。第3张牌，贝林厄姆这种新物种，23岁，皇马的核心阿兹特克球场10万人的嘘声里梅开2度，10个人还把墨西哥摁死。2年前的欧洲杯，你可能还记得，英格兰16强眼看要输斯洛伐克，补时第95分钟，是他一记倒钩把全队从悬崖边拽了回来。这批新生代跟黄金一代最大的区别是，他们在皇马、在拜仁、在大场面里长大，没吃过英格兰式失踪的饼。第4张牌，板凳，英格兰的替补席拉出去，能再拼半支争冠队，4天1场的淘汰赛，这就是硬通货。墨西哥那场10个人还能赢下来，靠的就是这份厚度。第5张牌，流水线，这10年圣乔治公园的青训改革不是白改的。2017年，英格兰的 U17 和 U20在同一年双双拿了世界冠军，贝林厄姆、萨卡这批人全是那条流水线上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的黄金一代，这是一条能持续供货的生产线。这4张牌摆出来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专业机构还是把英格兰列为今晚的热门。那这场球英格兰怎么赢啊？剧本其实清楚，第1条早进球，这届英格兰所有的顺风局全是上半场定的调。4比2克罗地亚是，阿兹特克38分钟2比0也是，早进球，挪威就得从铁桶里钻出来跟你对攻，那是英格兰火力最喜欢的局面。反过来，要是70分钟还0比0，迈阿密的每一秒都会变成煎熬，全英国的直播间会先于球员崩溃。第2条，掐死厄德高，挪威的反击全靠他一脚一脚喂，赖斯的活就一件，让自己在阿森纳天天一起训练的自家队长。今晚在国家队拿不到球，同门师兄弟的暗战，谁更知根知底还真不好说。第3条，别给定位球，挪威的高度摆在那儿，哈兰德加索尔洛特，每个角球都是刀，犯规的位置得挑着犯，毕竟这条临时拼起来的防线经不起在自家禁区里堵2次。再说隐患，得老实摆，后防是拼的，夸恩萨停赛，里斯詹姆斯拉伤，连亨德森都因为庆祝时摔伤手腕退了赛。圭伊和孔萨这对中卫磨合就得在哈兰德的炮火里进行，这是今晚全场最悬的一组对位。还有心态，哈兰德赛前那句话已经递过来了，我们夺冠机会很低，压力全在英格兰那边。这话看着客气，其实是把60年的包袱又往三狮肩上压了压。对面那位的分量也不用老马再介绍，本届7球刚把巴西打回家，而且他生的利兹踢碎英格兰的心这种事儿，他大概不会手软。真拖到最后拖进12码，那可是英格兰的祖传噩梦对上毫无包袱的北欧人。不过这里也得补一句公道话，门线上的皮克福德是英格兰点球史上罕见的正资产。2018年赢哥伦比亚，前年欧洲杯赢瑞士，2次点球大战的胜利都是他扑出来的。祖传噩梦这几年其实已经让他治好一半了。所以今晚这场球，英格兰赢球的钥匙就一句话，用前70分钟的牌面优势，把比赛在包袱压垮自己之前办完。一场球2个考验，一个考验耐心，一个考验神经。翻完病历再看今晚，你会发现这场8强的妙处，他几乎是把英格兰60年的病浓缩成了一张考卷，考期望值。全世界都说英格兰该赢，挪威人踢一场赚一场。考心态，背包袱的对上没包袱的；考成色，身价第1的攻击群对上刚掀翻巴西的黑马。真到最后，可能还要考那道祖传的12码。好在这门课英格兰最近真补过，皮克福德那双手比历届考生都硬。60年里，英格兰在这张考卷上交了无数次白卷。可话说回来，千年老二的另一层意思是，他们一直坐在考场的第1排，4强、决赛就差临门一脚。而且别忘了最朴素的事实，抛开历史只看纸面，今晚场上最强的11个人里，穿白衣服的占多数。万一这次图赫尔真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了，答案几个小时后揭晓。最后说这场球的分量，英格兰要是赢了，60年第1座冠军的路又往前挪一步，4强里他们就是头号种子象。这套德国教练加新生代的药方也算真见了效。英格兰要输了，被一个生在利兹的挪威人亲手淘汰。为什么英格兰赢不了这个问题，就得再挂60年01天，而且照凯恩们的岁数算，下一届还在不在都两说。英格兰球迷有句自嘲，我们不是在等冠军，我们是在练习心碎。今晚又是一次练习，或者毕业。
台北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，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开球。这场球你觉得谁能赢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马跟你约定，觉得英格兰这次能过关的，评论区扣个1；觉得他们又得掉老坑里的，扣个2。顺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，明儿早上咱们对答案。觉得老马唠的还中，订阅点一个，明早的复盘第一时间给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